这次这个 GME 这个事件嘛，或游戏驿站这个事件，对于美国这个整个证券市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认为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它涉及到了，就是说这个吃亏的，或者说是亏损严重的是吧？亏了几百亿美元吧，那些机构呢，其实是华尔街最精明的一些机构，对冲基金，包括你看像比如说 Melvin Capital，包括和它相关的系列的 Point 72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华尔街最精英的基金，这些对冲基金。那因为这次这个逼空的事件亏损那么严重，包括最大的 Melvin 差点倒闭是吧？管理100多亿的资金的基金，中间其实亏了，怎么说呢？它是亏了50多亿是吧？这一家基金，但是的话呢，它是由于紧急其他的基金给它注资20多亿美元以后活过来了，否则的话就是它生存都出现问题了。那这种事件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暴露了就是说这些 hedge fund 它本身的那个风控啊，出现严重的问题，也暴露了这些 hedge fund 他们在一起就是说抱团做空吧，做空这个股票，因为你否则的不可能一个公司一个股票大涨了以后，居然这一系列的基金都出现问题，那证明至少他们是在做空，同一个时间在做空，那这里面也是非常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了，也暴露出来了，包括就是做空的那个比率啊，就是远高于这个股票的数量。那这种情况确实是应该说是违反了那个美国的监管条例，就是你不能裸空是吧？所谓的裸空就 naked short，你在美国做空任何股票都是可以的，但你做空的时候必须你的那个券商必须要 locate，就是帮你找到这个标的，你才可以去卖空。那现在是不管是100%多少吧，140还是更高比例的做空，那证明了就是说这些基金做空的它是没有 locate 的股票，那证明这个呢也是违规了。那所以这个呢，从对机构来说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多的教训，而且有非常多的问题，他们需要 review。那从这个散户来看的话呢，确实是就是说，特别是早期入场的散户，去年前年入场散户，他就涨了股票最高涨了100多倍，包括它的期权可能涨了有数千上万倍吧。那这种比率的回报对于这些很多散户来说，它收益是很高的。但其实呢，它里面很多也不是真正的纯的散户。我想100个散户里面，可能99个都不知道什么叫 LEAP。这次赚钱最多的是叫 LEAP。LEAP 呢是一个叫就是长期看涨期权。这个呢 LEAP 的定义呢一般是就是说3到5年期的看涨期权。像这种期权这种非常复杂的金融工具，说实话，一般的华尔街员工都不懂这个。那这里面如果是哪个人说，他说他其实很多像 Wall Street Bot 的这些人是吧，在网上所谓的这些所谓的散户吧，贴的仓单是吧？什么19年花了几毛钱买的 LEAP，现在可能是价值几百美元了，那这个可能是就是数千倍、上万倍的回报的话，像这种工具在的使用，证明就是这些人他虽然可以说不是机构，可以说散户，但他们是非常非常精通金融市场，对于这市场运行模式啊各方面是非常非常懂行的专家吧，可以说。那这些人在这里面这次确实赚了大钱，那这个呢也是对于这些怎么说，对于这个美国的个人投资人来说，这个影响也非常大。现在据说现在很多那个年轻人去开户，然后在研究这个股市是吧？包括散户的交易量，现在要超过10%了。以前这个散户交易量在美国只有5%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一次的整个这个事件吧，逼空的事件导致了很多这个年轻人开始学习股市啊，研究股市等等，对这个散户的影响也非常大。那当然，散户里面也有很多亏钱的，特别是比如说在那最后逼空那几天，比如高价位进去的，亏损也非常非常严重。那这个呢，也是对一个散户的影响。还有的话，我就可以谈一谈，就是对这个叫什么，对这个监管机构的影响。这次包括美国证监会，包括交易所，因为它这个游戏驿站是这个公司是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算是一个主板股票吧。
NYSE 监管的情况啊，包括纳斯达克也在交易所也在调查，因为它这很多期权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当然也有包括美国国会也要调查，司法部也要调查，包括现在后来起诉因为这个像 Robinhood 的限制客户交易是吧？那这个客户肯定是很不满的。你平时开户的话，突然说不让买就不让买，或者只让卖不让买，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行为吧。你不管他当时是说了什么理由，比如说 Robinhood 自己说的理由是，就是说这个股票的那个波动性太大是吧？要保护散户的利益，不让大家买。那当然另外一种逻辑很明显，就是 Robinhood 他卖的仓单的那个买这些数据的公司最大的数据 Citadel 是吧？那 Citadel 这次是它的下面的就是说相关的基金吧，是亏损最严重的，所以 Citadel 其实是自己救助了几十亿美元给那些基金，那证明了就是说它这里面是有很多的利益的，所以让大家不得不怀疑这个就是说限制散户交易是到底是为了保护散户呢，还是就是说有别的就是说要止损的需求？所以在这些问题全都暴露出来了。所以通过这次的这个GameStop 的事件吧，我觉得整个华尔街从买方、卖方、监管等等，包括你看那个白宫也关注了，是吧？白宫新闻发言人也关注了，包括美联储都参与搞了那金融稳定叫金融稳定Financial Stability Council 金融稳定理事会也开会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它这个影响是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现在都要重新那个反思，重新那个叫什么？可能对于一些交易的各方面的那个都要重新进行这个定位吧。特别是在19年开始买入的这些人是吧？至少在怎么说？特别是19年他买入，而且花了大价钱买入的，当时几毛钱的那个长期看涨期权买入的时候是吧？股价离它的价位标的价位和当时股价可能要差20倍左右是吧？那是当时花了大钱买了这些那个长期看涨期权的人，他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对这个股价的分析首先要非常有把握才行。也就是他这东西要赚钱的前提是在今后几年里面股价能至少翻20倍，是吧？那我觉得没有几个人能对自己买的什么股票那么有信心，是吧？那个2、3年就说能翻20倍或者50倍，但是他自己这帮人自己他们也没想到，最终翻了100多倍，是吧？那就是说，至少从监管披露的角度来说的，如果是一个机构，包括机构投资人，比如说你买了什么股票，然后呢上电视等等谈的时候呢，肯定是要披露，就是说我已经有这个仓位了，然后呢，在他说了以后呢，一般情况是24小时之内，是不能卖的，或者说是要等上1、2天以后吧，才卖，或者预先告诉大家我这个仓位可能将来要套现了，等等，是吧？你看像那个巴菲特这些，他不光是几天吧，他一般是几个月都不会卖的，避免这个嫌疑。包括在固定收益类市场的 Bill Gross 等等，是吧？他一般都是说，就是说的东西有几天吧，所以的话呢，但是在网上的这些，就是说在那股吧 WSB 上，就是说Wall Street Bet 里面这些人，他自己贴了仓单等等，是吧？他确实是大家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卖出去了，而且呢，他这里面用的很多那个工具呢也比较复杂，所以的话从这一点来看呢，他们的披露应该是肯定不是很完善，不像这个就正规的这个机构投资人非常严格的披露的过程。那所以的话，这方面呢，这个就是说到底算不算操纵？我觉得是有这操纵的嫌疑。但是说他们是否就说，但是里面也有一些人他是每天都贴他的交易单子的，是吧？当然这东西，因为它这个不是一个就是 SEC 的 filing 的那个严格程度，所以它这个交易单子是否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家不知道。当然这个 WSB 上面有很多这个今年他们流行那个词叫 loss pond 是吧？loss pond 就是把这个严重亏损的这个单子贴到上面来，作为那个情绪发泄的工具是吧？他一天亏，比如说1000万赚1000万等等的，那这种单子它贴出来的时候呢，
当然是披露了，但你不知道它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相信很多还是有可能就是说自己修改过啊，这些单字啊等等，它不像那个证监会的数据库里面是那个你报的时候是非常严谨的数据，那所以的话这些呢，我觉得都是需要呃下一步来进行调查啊等等，得出结论吧，到底是就发生了什么。首先这机构倒没有倒是吧？严重亏损，亏了50%啊、30%啊、70%啊等等。但这些机构呢，都是 hedge fund 的是吧？所以呢，它里面是没有散户投资人的。它这些机构最低投资额至少100万美元，有的是500万或者1000万美元最低投资额。所以的话呢，亏损的可能主要是亏的是像一些是首先亿万富豪的钱，另外一个呢可能是有一些比如说其他机构投资人的钱。包括比如说什么 endowment 啊，比如大学退休金啊、大学的那个捐赠基金啊等等，直接散户的钱不太可能在这些基金里面出现。呃，1月份确实很奇怪，一个月，1月份在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叫那些被大量做空的股票被大笔逼空的时候，是吧？包括 GME 啊、AMC 啊，这一系列还有 BB BlackBerry 这些股票被逼空涨了很多倍的时候，同时呢，确实美股是大盘指数是跌的，而且呢波动率是上涨的。一部分原因呢，我相信也是这些一些机构啊，在亏损严重的时候需要降低仓位 （deleveraging）。它在降仓的时候呢，卖出了一些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大盘蓝筹股来筹集资金。那这种情况呢，确实导致了美股下跌。基本上这个被逼空的股票大涨的那几天，也是美股大跌的几天。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这两个是高度相关的。我相信这个是一定是有内在联系的。但是的话呢，但是呢我个人呢也认为，就是说，像对于这个几个个股啊，它暴涨暴跌的时候，影响是几个机构，就是说，特别是几个对冲基金在里面，就是说有严重的那个叫什么，集中仓位的机构，对于金融市场或者说整个金融市场的影响，就是说短期比较大，但是的话几天它就恢复了。因此的话呢，我觉得今年来看的话，还是会你看那个上个月这个它这个逼空啊等等结束了以后，这个月开始美股就是猛涨了5天吧，把上个月最后几天跌的全都涨回来了。基本上就是说它这个整个风险情况，像 VIX 啊指数等等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这个呢也证明了，就实际上现在的话呢，市场就是说已经是从这个事件中恢复过来了。所以呢，我相信对这今后的美股，今年的美股呢，这些散户我相信他们还会有机会，还会去做别的。所以的话呢，对市场的冲击呢，肯定时不时会有但是的话，整个市场我认为这个牛市的概率应该是继续的，因为很多这个美股的公司的基本面我们也有些接触，基本面来看呢，确实很好，存在这个就是说让散户进行去这个可以说逼空也好，或者说对散户大量买入的这个机会，对，就是说是有些基本面支撑的。包括另外你看今年的还有像那个酒店业航空业等等，随着疫情的逐渐解除，开始要大规模的复苏。那这些股票其实之前都是严重就是说股价严重低迷的这些股票，时不时被那散户暴拉一把，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就像这些散户我开始提到的，这些虽然是个人投资人，不代表他们不聪明。而且他们其实对于很多基本面的研究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有可能他们又在布局，几个月或者几个季度以后，又要可能是叫什么去抱团去拉一些股票，都是有可能的。现在这个美股确实是它这个波动性肯定上升了，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和去年比如说疫情期间被压抑的很严重是有关系的。就像您说的这个小盘股是吧？小盘股去年一直是就是说远低于大盘股的表现，从那个指数来看包括罗素2000是吧？Russell 2000指数，它反映就是美国最小的2000家的上市公司是吧？它的去年的股价呢，远不如比如说纳斯达克或者是标普500。那所以
当然这里面一部分原因也确实是，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经济前景比较悲观啊等等。那像今年年初这种情况，就实际上像那个这种最小盘的这些股票，其实被做空也是最严重的。那在这次的那个就是说这个暴涨啊，拉的很多都是小盘股。实际上小盘股指数一季度是涨幅远大于这个大盘股。那也证明了这个市场啊，在重新找到一个均衡。也就是说，去年那种集中在那个资金，实际上是机构的资金是吧？也包括有回购，也包括对冲基金啊等等购买，比如说 FAN 是吧？就苹果啊、微软这些股票是吧？这种行为呢，现在在得到一种纠正。那这个纠正呢，实际上是非常暴力的被纠正了，被一帮就是说，你说他们散户也好，被一帮反正个人投资人，有几百万人吧，纠结在一起，给拉起来了。那这一点的话呢，今后的话，我认为实际上是对于一个散户，实际上是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就以前是一个华尔街主导这个定价，是吧？今后呢，很有可能至少在一些个股啊一些上面呢，很有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散户里面比较大的资本，和这华尔街互相就是说竞争这个定价等都是有可能的。特别这次很多是硅谷的人，包括伊朗马斯克是吧，包括 Chalmers 这些人出来，帮这个就是说散户的团体吧，进行那个沟通啊、喊话等等。那证明了其实也是硅谷的一些就是说机构资金在里面撑腰。那我想这个呢，今年来看，对于下一步来说的话，其实这个是机会。就是说以前可能去年前年那种，就是说大家比较波动性比较低啊，前年那种比较低的波动性这种市场呢，可能现在确实不太一样了。